人的真心话，请多包涵。我是杨凯涵，我是老熊。熊哥，嗨最近啊，尾牙、季牙，还有那个春酒，人家也开始在安排了嘛。然后大家都在交换心得啊，或者是交换自己的尾牙礼物。其实我发现呢，这个就是一种送礼的哲学啦，就是老板啊，公司的一个心意，但是就是也一个趣味，赌一下，就是我这个手气怎么样啊？没错啊。那其实呢，送礼是这样的，不管是尾牙、春酒，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送礼，送得好呢，就是人情世故；送不好呢，也是事故，就变成一种事故现场。可能会变得更够人玩呐、我觉得说这人就北吧，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送这什么烂东西？有时候你不送还没事，你送了烂东西，真的那个人的信任度跟形象大跌，还很难拉回来耶。是啊，这个有时候你被扣分了，要加回来很难啊。对呀、对呀、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看99次人不错，第100次人不好，前面99次好像就白费了一样。你第100次就不好，那一次就被一直记住。对，前面99次那个都不会被记住。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送礼物呢，就是要达到一些效果，比如说我想让对方开心，或者是说呢有目的、有商业价值。我签约成功，你要就是一次呢就出奇制胜，就做对。好，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就闲聊交流心得啦，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真的整理了很多大家的看法。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那种送礼或收礼的一些心得，真的觉得大家在礼物方面呢稍微研究一下，因为送对了，这一条康庄大道就开了；对，送错了，这个门就关起来了。而且另外一扇窗就还会不会开还不晓得，你可能就要再重新再开发一个新的人。其实经营关系都不容易耶。是啊，人际关系是最难的了，而且也是要投资。对啊，所以我觉得礼物也是投资的一种嘛，对不对？那先来聊聊最近的尾牙季哦。那我是活动主持人，那我都在主持别人的尾牙比较多。我今年主持到一个很知名、很棒的品牌叫生宝，然后生宝的那个老板今年主持到，他就开心哦，他台上就说加码100万，听起来就很爽，对不对？对呀。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这样子拱到老板有面子，然后我其实也跟着与有荣焉，那代表说我们可能主持还不错，老板有开心，因为原本流程并不是要到100万这件事情。哦，真的。对。OK。但他就一次就100万，那么水亏嘛，而且这么赚钱这么棒的公司，100万老板应该还好。一定是老板感到开心，他才会这么大方。但我们也有听说过，就是有别的主持人拱过头，然后你知道像尾牙其实都有安排好，福委很辛苦嘛，对，所以奖项安排其实他们也很伤脑筋。对，所以如果我们在收看收听的朋友们你自己当过福委，或者是说你们公司什么福委，我要跟你讲，奖项安排都不容易，包括呢要不要加码，其实大概有安排好。那当然老板也会有龙心大悦的时候呢，他想突然加码，但是我们主持人真的不能乱拱。可能我听到的那个故事是，可能主持人可能开心拱过头，老板没有准备，老板变脸呢。后来听说那个老板就没再发那个主持人了。是当场变脸还是事后变脸？都有。当场变脸蛮尴尬的。当场变脸，但是还是给啦。但是私下就是觉得说，这个主持人谁找出来的？要拜锤这个。有可能哦。对。那个像熊哥，虽然现在属于比较自由接案，但你以前在这么多的品牌待过啊，你有没有遇过那个尾牙抽奖，或者是捐出来，或者是收到礼物，有没有些很奇妙、印象深刻的事情啊？有啊，我几个最印象深刻的是，公司有一次抽的最大的礼物是一台车，哇，那台车大概80几万。国产车吗？国产车，但也还不错，但是80几万的国产车。那因为那个是客户，广告公司，那客户他有一年他那一台车卖得很好，很高兴，所以我们尾牙他就赞助一台车给我们。客户赞助尾牙的礼物，第一个很难，第二个他赞助他一台车，这个是我目前看过
尾牙礼物最大的一个，美拜呢，美拜对啊，后来还有啦，我后来有遇到一个传产公司，他们的不是那一年抽的，那一年抽的是3台机车，对对对，那后面也是因为那年很赚钱嘛，老板也开心嘛，他就加码说明年我们来抽1台汽车，而且是进口车，哇哦！但我离开了，反正应该也抽不到了。但听起来就是还蛮不错，还蛮有心的。对对对，尾牙抽奖本来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对不对？没错。那这个共估的也是都有。那我所以在想说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下，搞不好呢，那个尾牙之后啊，有一些人礼物觉得不喜欢抽不到，会换现金，对不对？也 OK， 你就可以去捡便宜。像我以前在之前的电台有开。然后我有抽到一个还不错哦，那个身体健康检查，那很贵嘛，健检那个健检的那个那不便宜耶，不便宜耶。然后我就便宜卖给我同事，我同事买的开心的嘞。对啊，然后他是送给他的父母亲那这个有意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叫皆大欢喜。然后我就换了现金帮自己帮补一下，等于多一点 bonus 这样子那很棒很棒。然后还有一个像我主持尾牙那么多。我每次发现，只要是副总以上他们就是主动就会捐出来。其实你很少听到人家说捐出来，捐出来，通常副总就会直接那个脸就是这样对，就是直接手一挥，就是眼睛就捐出去。但是我发现也有一些那个比较中层的主管，然后旁边也会有人就是在拱说捐出来，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他们捐出来是真的真心的想捐，还是内心会很干啊？我跟你讲，我想问你，会被喊捐出来的有2种可能，一个是这个主管人缘很好，很大方，大家都觉得我拱你不会怎么样，对。另外一种是这个人缘不好，就很叽歪的，对我就要弄你。用这种方式来弄你，这很妙对，就是事故，人情世故是一种，然后发生事故就是同时发生，都是事故，不一样的字，对，一样的读音，对，所以人缘很好跟人缘不好都会被拱，对。那你人缘算好的，你有被拱吗？我没有被拱过啦，因为我平常待他们也还不薄，所以就每个月会固定请吃饭。那因为我也是中阶主管，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们抽到，因为我有资格抽的，最高的人是我上面还有人，比如说副总以上，或什么协理之类的，对，所以我的上面还有1-2层，所以他们会拱的就是1-2层，大家都有个默契，有个默契在说，副总如果有抽他就会捐，一定会捐。我发现他们不但会捐，有一些都还会再加嘛。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在旁边看，像我是主持人角度，我就会觉得，很得体，对，很体面、大方，水亏，然后底下就欢呼疯掉啊，整个场子疯掉啊。这个是广告费，好不好？因为我想呢，这里这么高的层级，然后再加上他们本身赚钱能力也不错，一年打一次广告，好好的经营形象，这也是一种给下属的礼物，没错，对不对？是啊。但是我有一次听你讲说，你有以前的职场有一个捐出来就都变脸，是不是？我遇到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某一年某一家公司的一个副总，他平常就比较小气了。像有些大家老板嘛，然后今天下午茶，对订鸡排啊，什么奶茶或什么之类的，他都不做公关就对了。他很少做，他几乎没有。然后呢，尾牙他就抽到一个好像2万块，还是2万块的红包。2万块也还好，还好啊。对，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很多，是不是？他觉得很多，底下就要捐出来。然后他是人缘不好的捐出来吗？他整个脸就垮下来哦。对，但虽然他后面还是捐，对，但他就是那个表情，他看得出来不是很开心。就是哪里风景头，副总的面草，对，他就是那种属于平常人缘不好，然后被弄的那种。可是通常副总以上，他们都会自己捐出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他们就很帅气，就手一挥，然后眼神一给。
那个灵动就出来了，有没有？对啊、他的眼神一给就知道说要捐，那他还被特别拱，所以他不捐都不行。他还是捐了啊，因为大家的默契，整个公司的默契都是这样。后来好像是什么？后来好像老板自己跳上去，跳上舞台说：“来，我副总捐出来，我再加码2万这样子。”大家就化解了那个尴尬。对对对，不愧是老板。对，老板就真的会成功当老板，都不是一般人。对，所以不晓得这个副总现在还在吗？不知道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其实真的，你知道礼物送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你的那个大方程度表达对那个形象真的是很加分，对不对？好，那其实呢，抽奖跟送礼，它其实都是表达心意、表达礼物的一个方式。没错。那其实最主要就是3个方向啦：情感交流、回馈跟关系经营，还有趣味效果，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结论啦，价格是不是问题呢，熊哥？价格，我觉得是要看收礼的人在不在意价格呢。有些人很在意。可是如果像没有很熟的送我很贵重，我也会觉得收受不起。所以不是说贵就是好哦。对啊，不是贵就是好，就是有时候你送太贵了，我会觉得我担当不起。对。或者是说你要你有什么目的？对。其实礼物就是心意是否被感受到啦，所以我们这集就是要来讨论，到底是人情世故呢，还是发生了事故？出代志啊！对，出代志，阿伯出事了。那么其实礼物送的是懂，不是送贵。所以呢，像我在销售常常讲一句话，我说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所以其实呢，你要送的是懂，而不是送贵。那当然，如果能力许可，然后贵，对方也是值得这个价值的贵人，那就很完美。可是这个东西都太难讲，很难讲。对，但是我想送礼还是有一些本质啊，那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嘛，对不对？没错啊，情绪价值不外乎就尊重嘛、心意嘛，然后再就是我表达对，借由这个送礼表达说，我懂你这个人，我了解你，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刚刚讲到的价格不等于价值，价值也不等于价格。对，它的价值不在于说这个礼物有多贵，而是说你有没有用心去准备这个礼物。对，是不是有了解到说对方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像我贵不一定就是代表一定是好东西啊，因为搞不好对方没那品味，对方不喜欢，对方不懂啊。假设你送一个爱漂亮的女生，她对公仔没有兴趣，没有研究，就算那个公仔再贵，对她来说是个垃圾。搞不好她还会觉得你送我这干嘛？丑的要死你是说喇叭吗？没有，他就是丑，我也觉得举例因为有时候这种美丑主观，所以其实就是人家说送礼要送到心坎里，对，就是你懂不懂？其实人被懂的感觉是很棒、很珍贵的，很棒的。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念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刚好是有一个卡通 NTV 台的卡通叫《憋死与大头蛋》啊，我知道，我很喜欢那个卡通。然后那时候然后那时候连我房间的那个那个打录机啊，那个年代还是打录机的年代都用那个他们的主题音乐，只要打电话来都会听到那个音乐，所以我的朋友们、同学都知道我很喜欢那个系列。所以在那一年的有一年的那个生日，他们就大家都觉得要送什么东西，他就很用心跑去 mall 啊，对，买了那个所有的送了一堆，我收到了憋死与大头蛋的马克杯，一个浴巾，一套睡衣。睡衣也是性感的吗？不是，就是两件事的。它不会性感。我穿应该不希望我穿性感的睡衣吧？应该没有人会希望我看你。但是那你舍得穿吗？我舍不得穿。我想也是。但应该我看了一下尺寸，但是应该穿不下。什么尺寸？他是送 M 的还是 L 的？我应该穿不下。你长大了，长大了就长大了很多。对，所以就一整套全部都是憋死与大头蛋。我那时候那一年超开心。对啊，你不是爱死了吧？爱死了，而且所有东西，浴巾我到现在还在用。马克杯我每次去一个新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马克杯
放在办公桌上。如果浴巾破了，你也不会丢，对不对？它没有破，你看我多珍惜，珍惜到用它，它没有破。有没有10年？20，哇，1997吗？到现在。哇哦！当然我是有3条浴巾在换着用，所以它的折损率没那么高了。但是东西就是要用，然后看了自己喜欢的憋4语大头蛋，看就是送，就是欢喜，就是送。哎，不用，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是，所以它不用很贵。那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就是这最好的体现嘛。没错，这是最好的例子。是的，贵看起来很好，但不一定等于很好哦。没错。那比如说呢，我们讲到说呢，如果是送对了，它就是一个懂人情世故。那其实人情世故送礼有3大要素：一，投其所好，观察入微。就是知道对方喜好，就像熊哥的同学朋友一样，送了他最爱的憋4语大头蛋。第二个，送稀缺品而非消耗品，比如说限量，对方呢最近在封盲盒，他就缺那一款，你送了他缺的那一款，搞不好这个并没有很贵，但是在他的心中那个价值是胜过价格的哦。那第3个呢，就是适度满足这个虚荣心，谁不喜欢漂亮？谁不喜欢有品牌、有品质的东西？所以，比如说女生，像我们女生好朋友啊，送礼物，你要送她有在用的化妆品或保养品，比如说口红，你送她一支香奈儿或迪奥的口红，它也不会很贵，但是它也不会很廉价，这个就会很喜欢用虚荣感，对方又用得到。所以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一些我们的看法，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给大家，不外乎就是投如所好，攻心为上。所以你送贵，对方没有那个品味或不了解或不需要，那也就白费了。是啊，对对，没错没错。好，那既然刚刚我们讲到说比较属于呢，人情世故，成为一个大人之后，因为我们的朋友本来就越来越不好交，越来越走散，但也有可能我们会懂这些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这些朋友这一些交情反而维系住，然后我们不一定要常常在一起，但你就觉得我好谢谢他送我这个憋4语大头蛋，我好谢谢他送我这个我想要的限量款，这个交情一辈子。所以憋4语大头蛋的交情，你是不是到现在深深感念？对啊，我每次看到那个马克杯，但它不贵哦，他不会花他很多的钱，他也没有金钱压力，你也不会觉得说哎呀让你破费那么多。没错啊，可是你好爱，我很爱啊，你念一辈子。我每天喝咖啡就会想到那些同学们，每次洗澡就会想到那些同学们。对，是真的很有纪念价值。所以呢，送礼到底是人情世故还是事故现场呢？那现在我们来讲讲呢，有哪一些事故现场？比如在圣诞节、跨年，大家不是会玩那个交换礼物吗？对。其实我还看过蛮多网友，包括我身旁我们的朋友会交流，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换到很逗懂就别送就是这种烂东西你也拿出来。有啊，收过一堆。真的，我以前有遇过一个女生朋友，就是我们一群，然后在一个朋友家交换礼物，然后有一个女生呢，这个叫我们简称 M 小姐。这位 M 小姐呢，她就觉得她想来，然后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就客气嘛，就说如果你想来，那你就加入啊，你就来某某家这样子。结果 M 小姐来也没有带礼物哦，那照样跟我们抽。结果呢，超衰就是我抽中跟他交换，然后他没有礼物怎么办？那说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你要什么东西嘛，因为他来就来，他就没有买，然后他就马上从他的耳朵拆下了一个耳环，说那不然我这个耳环，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你敢戴哦？你戴过，我干嘛要戴啊？对不对？脏，然后就脏，然后款式还很土。而且我跟你讲，假设他的那个耳环是比如说 Chanel 或迪奥，可能人都是这样，你那种很好的耳环，如果你真的送，说实在，如果价值有到那，我还真敢收。问题也不是，而且说实在，应该一般正常的女生不会带到那个耳环来的人，应该也不会把那个耳环拆下来啦。对啊，你有没有觉得这很失礼？对啊，等一下，为什么他们会你们没有讲好说你没有带礼物来，为什么他有资格抽？那就会少一个礼物呢？就大家就可能就不好意思，然后他就参与跟我们一起玩。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也年轻，20几。有没有跟他讲说你来要带礼物哦？我们有跟他讲，结果
不是啊，这个就是人情世故，那就是 M 小姐你的问题啊。是哦，因为可是我问你，假设你突然间去加入礼物，比如说我去药妆店买个护手霜，买个面膜也好吧。对啊，我买个一大包卫生纸也可以哦。你买个什么丑丑的娃娃也好啊，金刷也可以哦，因为用得到，因为我买过金刷。哎呦，这是地狱礼物嘛？哎，还不错哎，一个就是很会拜拜的朋友，收到多开心啊！那很好，那很好。所以我就说，礼物是这样，送对比送贵还要更重要。但是你不觉得那个丑又土的耳环，然后从你耳朵拆下来说啊，那不然我这个送你，不觉得很恶心？谁要啊？对啊，搞不好戴上去还热的嘞。然后那一次我真的觉得。那个 M 小姐真的让我很不舒服，后来我也没有跟她联络，本来就没有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这些细节行为就是答案嘛。会这样的人，你大概就知道他在哪里了。你们不会是朋友，你们本来就不会熟。然后这样你耳朵拆下来这个耳环，还热乎乎的要给你说他这个给你的礼物哦。那你就知道你们真的不会熟，价值观差太多。出代志啊，欧巴桑出代志啊！我跟你讲，礼物很好，心意有，下次别送了啊！礼物很好，但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子送了，唔贪哦，唔贪。像有一些人也有那种什么低成本或零成本，想要拿人家的人情。我以前有一个造型师朋友，一个男生，超小气的，他居然会把那个已经过期的月饼。然后送给同事，还有一次我们有一集讲过期的龟鹿二仙胶，同一个人，真的很低级。然后他送的那个月饼哦，是他的女性造型师同事，那是个妈妈。然后我想世界就这么小，那个造型师也帮我做造型。我们一定会闲聊共同认识的人，聊开我觉得真的丢人哎。后来我跟这个造型师也不是朋友，因为。价值观差太多，然后他比如说他转送给你，他就一直跟你强调说这很贵，这很好，你又没花钱，然后呢，你都会把你自己买到很丑不要的包包拿来交换礼物给人家，然后他会一直强调说这是 Zara， 这是什么品牌很贵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跟大家讲，礼物送出去真的不要一直强调那个品牌，因为人家看得懂。对啊，那你讲就讲，你就不用像那个朋友，他就会强调干嘛？他的口气是高八度的，强调意思贵耶。对，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很贵，我花很多钱呢，吃屎吧！他没花，我觉得他心虚，因为像我们送人家东西，我们已经我想我送我的很好的朋友，包括你，不管有没有到很好，我觉得心意嘛。对，我有没有跟你高八度强调这什么牌子很贵？没有。就算我送贵，我也不会，因为比如说我假设已经送到 LV 或香奈儿，因为狗都看得出来了吧，对吧？不用讲，你干嘛一直强调呢？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哦，天啊，你转送的东西不错也 OK， 但你就不要在那边假惺惺。所以我觉得送礼有时候遇到那种喜欢低成本或零成本，然后要跟你讨人情的这种超讨厌的，对，就是假赛，对，人拿礼物拿出来说，你知道这个多贵，我去哪里花很多功夫买？通常这种礼物都不怎么样。对，然后而且是他不要的，真的有那么好？他会送你吗？真的，而且真的很好的朋友，礼物送真的不会讲这种话。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送礼是一个学问，我们送礼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这么把几的好朋友，但是也有可能你送对，你懂他，你们从此就慢慢变得很棒的朋友。没错，是啊，不一定要贵，因为其实说实在，大部分的大人，我们这个生活难免有些困难，请多包涵，就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像有些很熟的朋友比如说像咱们每个礼拜碰面开会做节目，我就觉得说我们吃饭偶尔请一下 OK，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真的不用互相请来请去，但是那个心意很重要。对啊，那当然你生日我生日，我们想要请对方是 OK 的，但是不要让对方有压力啦。我觉得心意最重要啦，有对方有收到这个心意。对，所以讲到这个送礼的事故现场，送到你落塞礼物，让人家觉得你的人品或者是觉得你这个价值观不太合哦，这样子就少了一个朋友哦。是啊，会啊。然后那既然这样，我们也有整理出说送礼也有一些忌讳，那会有哪一些忌讳呢，熊哥？太贵重，太轻，太便宜，太轻太便宜。比如说那个造型师那种烂东西，对他那个很明显就是
他中秋节收到的月饼，然后拿到春节来送，还过期一定过期啊！还有呢，或是你收到了，急着要赶快回报，要么就是你觉得太我承担不起，我要赶快怎么样，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情有点，你的有点怪怪的对，目的性太强，然后人家接不到。那还有一个送礼的时机不对，也是送礼时机，比如说像在大家面前，你突然间拿一个礼物给老板或主管，很奇怪耶，对不对？像想说你现在是在争功，很奇怪，然后其实收的人也会尴尬，因为他也不想要，搞不好老板或主管他也不想在大家面前好像去表达出说我好像跟你有什么特别关系，这就是时机不对吧？对，我老实说，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发生过，真的你愿意分享吗？我现在就在要分享好啊，就是去拜访客户的时候，那中秋是第一次拜访客户吧，我忘记是什么 occasion，那就是带了一些礼物过去，然后就礼物选了很久而且是我们公司老板特别选的，他也知道了客户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带那些礼物过去。所以呢，一到了现场就大家难免就是见面嘛，寒暄嘛，然后我就咚咚咚傻乎乎的咚咚咚把你好，这是我们准备的礼物。通常不会在这个时机送啊，对，通常就是大家就寒暄完，开完会要离开的时候，我说然后是会有老板，我们的老板跟对方的老板，因为他们是同阶，不会说我一个小 A1 这样去直接送给那个对方的董事长，这个就是标准的场合时机不对。所以你在小熊的时候很北吧，很北吧，但是现在不懂嘛？你现在是老熊了，老神在了，很世故了，发生过事故。对，小熊的时候呢是事故现场，老熊的时候就懂人情世故了。对，发生过几次事故就会懂事故了。所以各位朋友啊，虽然我们忍不住会感叹说青春离我们远去，但是希望我们的年龄增长还是有收获啦。没错，就是以前北吧，就其实可能人家也不会跟你太计较。但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现在已经年纪有一定的程度，不要说老，大概你出社会好一段时间，比如说30、35以上，你就会发现，你北吧，人家就不太会原谅你了。而且送礼没送对，就是一种北吧，就北吧啊，就是马上被扣分，就记一点这个人北吧。对，然后比如说那种烂东西，然后一看就知道说是你自己不要的丑东西，然后拿出来转送给别人。对，你说如果是那种耶诞节地狱礼物，好笑的那就算，对，好玩的就算了。没有我遇过的就是同一个那个男造型师，他就是把它当做就是说这是很棒的礼物，那超丑的一个橘色包包，真的超丑。我觉得我那个抽到那个朋友在看我们这一集，他一定会觉得说，对不对？讲什么干啊？好啦，那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送礼呢，就是呢，大家呢彼此的价值观接近，然后交情有道，就是一种懂，然后被接住了，对不对？那其实送礼就3个境界是最棒的嘛，最高境界雪中送炭，然后对方真正需要的时候出现。好，那再来第2个呢，就是中等境界，叫做锦上添花，让关系更顺更舒服。那下等关系呢？下等关系就是呢，适得其反。本来想加分，结果变成了压力或误解。比如说没有很熟，你送他很贵，他也不敢收，或者他收了，他觉得怪，他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搞不好他的经济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可以回你，这样是不是造成人家的压力？真的会，我只有收过这样太贵重，我就不是我要怎么回给他？我怕我说我买了回给他的东西又价钱又没有那么高，或者是没有到那么同等级，我会被他讨厌之类的。像人家不是古人讲说，比如说婚嫁要门当户对，其实我觉得朋友也是朋友也是价值观也是要门当户对比如说我不是说我很有钱，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有一些品味跟品牌的认知，我要去吃好一点的，那我很自然的就不会约手头比较紧的人跟我去。好，我也不会说没有钱怎么样，但是你约他就是一个压力呀。他会觉得有压力。对，那比如说他想吃卤肉饭，可是我可能昨天吃了，我今天想吃好一点，那我可能就不跟了。可是这东西都可以不用讲明，所以我觉得大人的很多真心话真的都没有讲。但是你做错了，就全部都错，搞不好就得罪人。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当然我们说得罪了就得罪了，但是这个没有必要得罪，何必嘞？对啊，对不对？搞不好你没送，你没揪，都还没事。是啊，就好好的当朋友，这样就很好。对，但如果你送错了，就哇。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个大家就不要互送，好，或者是说像有一些兄弟姐妹呀、各自成家，那他们有一些会讲好说啊，你有孩子，我有孩子，我们就不要互包红包，对，这也 OK，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共识啦。对啊，因为价值观不一样，真的会变成事故现场，而不是人情世故。是，所以呢，熊哥啊，送礼真的是一种温柔的智慧呢。是啊，很需要智慧，很需要你的观察入微，你的对这个人了解，还有就是考验你们的情感，对，对，很考验。那我们也不要委屈自己，也不要让对方有负担哦。不要说让送礼呢变成一种压力来源。其实呢，有礼行遍天下。通常啊，这个拿人手短是没错，但是不见得人家拿了一定都要如你的回馈。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送礼是因为真的真心的感谢比较好，你有目的，其实对方也会觉得说，哎，好像我要回你，这个其实就很失去送的意义。没错啊，送不是要回报呢，要回报就不叫送，要回报这叫交易吧？那叫交易，没错，那个叫做条件交换哦，或者是我有求于你，我来送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有目的嘛。对，比如说公务单位常常会看到嘛。要什么东西卡关了，我来拜访一下，疏通一下。对，可是像但那个我们就会比较属于现实利益面，但我们讲的人情世故，其实你知道，有时候很多的合作，很多的关系，就是一种很舒服、很开心。我就喜欢你这个人，就这样来。像我们活动主持人有这么多优秀的主持人我都会很感谢找我的厂商跟品牌，因为大家都很优秀。你说谁最优秀，这也没个准。就很主观，就像美没有什么是最美的，对啊，都有人喜欢。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建立在说，跟凯涵很放心，挺喜欢这家伙的。那我们也是会互相的去表达我们对对方的感谢，就这样，是，就这样就好。对，就这样就好，没错。对，有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就想说我花了那么多钱的礼物，为什么对方还这样？所以我就说，贵很好，但是贵不等于最好。是，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贵，所以价值跟价格能够对上最棒。但是通常呢，这两个没有对上，价值还是会胜过价格。价值最重要啦。对啊，你看你那个憋四语大头蛋，大头蛋，还粉丝交错名，记错名字，大头山是谁？这是山寨版吧你？像这个礼物，它高贵不贵？你看你记了多久，这就送对啦，对不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情世故学校没有教，然后可能旁边的人不一定会教你。那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也曾经背吧过，对不对？然后就希望可以越来越好啦。好，那如果说像大人呢，很多不容易，我们就一直的修正，然后其他的话就只好请你请多包涵。还是让自己开心吧，不然呢，你觉得送礼什么很难的话，那没有送，然后好好的做人做事也 OK。那不然就是呢，辛苦了那么久，买个喜欢的东西送自己也行啦，犒赏一下自己嘛。没错。好，那就先这样咯。如果有什么地方讲中了你的心，那你就放在心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越来越好，然后请多包涵，多包涵。下次见咯，拜拜。